你不用整这个死出，除你谁也不赖。今天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我弟不让我奶伤了吗？我就劝他，我说外孙子挨一节这种事儿吧，你得习惯。我说你把这4斤虾尾帮我扒了，我跟你说点好话。他说不用，给我奶买2根金条，弟弟就能上来。我说你买吧，你信不信你咋拿去的，他就能咋出现在我家桌子上。今天烙饼，因为家里没米了，我俩谁都不愿意出去买去，我怕这噎死，我做了个奶油蘑菇汤。你说这破玩意儿比买20多一碗，我弟喝还挺高兴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他活该不受待见。因为卷饼嘛，我就七七八八的炒了各种丝儿，包括这个不太滑溜的滑溜里脊丝儿。但是我做了2个新的尝试，第一个是这个孜然羊肉粒儿，因为我很怀念那个大馕卷大串的那个费腮帮那个感觉。再一个就是炒这个虾尾肉，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卷饼好不好吃。起初我让他扒，就因为我看他咸，有点闹腾。本来我俩这会儿都要吃饭了，他非打电话聊着我奶说看我奶想没想的。我奶说你别他妈跟我絮叨，有饭你就赶紧给我送过来。你说这个我去你的呀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滑丝儿、土丝儿、酱丝儿、蛋仔、虾仔。配丝儿、茄丝儿、羊粒、酸丝儿、奶菇汤。这汤里怎么又有我弟的妈，又有我弟的妈的妈？卷饼呢，我是双拼吃法，这小是1个菜1张的吃法，这小是几个菜1张的吃法。这是我奶的吃法，就是1张饼里卷菜卷到冒样，完了吃漏了再1口饼1口菜那么吃。完吃完饭，我奶让我弟收拾桌子，给我喊屋来了，说又涨工资了，要给我拿点钱。完了特意嘱咐我一句，让我在门口看着点，别让我弟听着。哎呦啊，这汆锅底儿也没有酸菜呀！天冷了，我爸张罗汆锅底儿，早上他安排我去买海鲜，他买酸菜。我说咱俩一起去买海鲜呗，他说不行，买酸菜重要，买不好容易臭了。哎呀，他那点养老金都要捂出蛆来了，我就纳闷，我一个独生子，他怎么想不明白呢？还是我妈实在，我买东西回来发现她给我找个这么大盆，我说我也不是上货去了，至于吗？但这个盆我真相中了，我老了洗澡肯定能用上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东北的海鲜汆锅底了解一下。我实在没想到这大铁锅居然有小的那一天，这只没挤进去的让我们包饺子了，这只一直在锅里煮着，主要是给酸菜借借味儿。这只是我姑，大伙都在那吃虾呢，她干一盆虾片。好在我弟没随他呀，上来就问我今天是不是手把虾。这家伙3口1只虾，吃得自己直上头，完了又干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，这玩意儿零糖零卡不怕胖，还能快速补充水分和电解质。你说吃着海鲜喝着外星人，1斤称不长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我们家这些活爹呀，说愿意吃饺子，全回屋包饺子去了。时间过得飞快呀，他们再出来天都黑了。这外面又黑又冷，我说今天到这吧，这给我二哥急的呀，说别介呀，生蚝还没下呢。你说他包2个小时饺子，他不惦记，他惦记外面这点生蚝。这帮夜猫子越吃越饿呀，这羊肉馅和螃蟹馅都汆成丸子了，这盘白肉也全下来了，就连这痛风的饺子汤都呼呼喝呀。我说这不是向往的生活吗？我爸问我啥意思，我说就一堆城里人跑山里冻得嘶哈的，还整挺快乐那出的意思。我同学的媳妇儿还有1个多月就生了，现在啥也不惦记，就馋肘子烩饭。这大小好天呢，我们也没客气，直接拎锅上他家炖来了，给他做了整整1大盆。这吃完他去了，就感觉生孩子都有劲儿了，然后还约了一下，他生完的第43天，我带锅再来一趟。反正这会儿吃啥也不忌口了，就是啥过瘾吃啥，不用控糖了，就给他做了个椰冻，然后馋辣做了1锅辣酱汤。我们同学的爸晾的干辣椒让我使一半，用东北大铁锅炖的西北大盘鸡，完了给他家的花椒麻椒也清了，来了一盘子干锅牛蛙。我伺候过这么多人，现在都摸出规律了，就是最后过把瘾这个月10个里边都有9个是馋辣，与众不同的那个他馋的是螺蛳粉。就我们同学点的烤排骨，说馋好几个月了，这排骨还愿意吃吗？我寻思提前让他媳妇儿体会一下，这是我头一次做，我发现这玩意儿真好吃。我跟我们同学在这你一块我一块，尝尝给尝没了，就直到我走，他媳妇都不知道我今天做过哪个班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蒸多、粥饭、干蛙、辣汤、烤骨、椰冻、嘎虾、大鸡、碧龙。这烤排骨小外女吃可高兴了，蹭一脸油还笑着说香香。完吃完饭保洁上岗了，我们属于是买做擦一条龙服务。我今天认真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，就是如果我开不了饭店，我就打算给我们仨挂车了，这个商品名就叫流动的3狗黑伙夫。
我奶自从吃上了炒酸奶和蛋堡之后，就对这种没吃过的东西非常有兴趣。今天告诉不用炒菜了，再整点这样的小零食尝尝鲜儿。但是这2天对蛋堡念念不忘，做了一大锅。我奶现在早餐就是2蛋堡加1碗泡面粥，完还配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盘。今天先浅做一下，给我奶尝着原味的。等过2天再给我奶来个肘子小丸子，还给我奶来了几个炸蛋，重点是给她配了一碗肘子老汤，这给我奶香的呀，3人扶着吃还吵着迷糊呢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漏奶滑，这里边有炼乳、黄油、牛奶，贼香。最主要是切开这一下，我感觉特别爽。然后我就飘了，我寻做几个甜点。哈尔滨烘焙废物名不虚传啊，一个草莓瑞士卷，一个冰山熔岩巧克力，这卖相都不如条好狗啃的。但是反转来了，我烤出来一个堪称祖坟冒青烟的半熟芝士。我当然都想给自己磕一个了，我从来没烤过这么板着的半熟芝士。正当我准备给它拿出来好好照照相的时候，我翘溜啊，反转又来了。我去。不动了都，完了，咋了？这是的，我当时心梗都犯了，要不是我弟想不起来120多少号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完，今天还给我奶买了几个大网红，我奶刚开始还不愿意吃呢，说这干巴水果有啥吃的呀？后来吃一块就上头了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这玩意儿也没有刚开始卖那么贵了，我领完券买4盒才100块钱。然后最近不是疫情了吗？给奶买了好全是零食。完，等我到我奶奶去的时候，她说想吃炒酸奶，让我俩炒一锅再走。等我奶说不明白这玩意儿叫啥，她说就是那个冰糕，俩拿刮刀腻出来那个。这么好看，你咋不吃呢？走吧，我这2天不能吃凉的，走吧。我前段时间被一个视频种草了富平柿子饼，那柿子饼金黄的，掰开还有点流心的状态，看着可给我馋坏了。所以我买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寻思我也在家做点。但是这玩意儿在家做很麻烦，因为没有什么太趁手的工具。这1500多个柿子，我们愣是一个一个拿挠子削的皮。而且这柿子饼在晾的时候，对温度和湿度都有很严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尔滨晚上已经零下了，就是它极有可能还没等晾成柿子饼呢，就先奔冻柿子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来开窗通风。就这么折腾了3天之后，柿子还真是一个都没动，但我们算是彻底凉透了。后来我寻思这天只会越来越冷，也不能一直这么折腾啊，所以我决定给这些柿子在家盖个小房子。有了这房子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里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时候我们就负责开门关门刚好打精的活就行了。后来大冷的时候，我还上了点供暖设备，3000瓦一个的暖风机，我同时开了3个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时候，这屋里也依然保持恒温10度。就富平柿子饼可能是靠天养的，但我这纯是爱的供养，那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电费2500。这柿子晾到缩水2/3的时候，再等几天就可以挑软柿子捏了。然后这几天没啥事儿，我就整了点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锅，1块钱就到手这一大箱。这一份里有2大块猪蹄儿、4只鸭掌，还有满1锅肥牛和配菜，味儿也特别正。他们家的花椒鸡海鲜火锅也是汤浓味鲜，还有这半只鸡拉。我发现事业棚里陆续多了好多这样空声，问谁都说不知道。于是我干脆上了50把锁，每人分了10把钥匙。我算是品出来了，对于互相不信任来说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互相制约。然后这柿饼捏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皮儿有嚼劲，馅儿还有水分，这就是特别好吃的鲜食柿饼。但是据说50霜之后会更好吃，所以我们就一层皮儿一层饼，拿着接着5霜了。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饼外面真的就结出一层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裹的糖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自然结出来的。这柿饼因为捂霜的时候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现在依然是一个流心的状态，而且冷冻之后会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觉特别爽。但是因为没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饼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还是有点发黑。不过真的每一个都是齁甜的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来个柿饼，结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时候，我的嗓子还有点说不出话来呢。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，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，吃着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。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。首先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。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，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。而且要命的是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，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，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，我真是服了我。
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，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。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，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，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。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，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。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，然后还得摘肥油、刮底板的皴，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。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，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。主要最要命的是，现在天热怕坏，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，基本没怎么合眼，这强度太致死了。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，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。然后我本来买了10个电火锅，打算涮点毛肚吃，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，都是没用过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。家里还有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我一起挂上去了。这些都是5块钱一个，大家点评论区链接，咸鱼搜狗送就能看到了。记得关注一下我咸鱼号，后续还会上新。你们要是不用的闲置，也可以挂上去赚点钱。然后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，再迅速过个凉，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。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，我又配了好多贡菜。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，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。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，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它500斤，估计就啥都明白了。后来调味的时候，我们先是试了好多种配方，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，根据肚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。也是因为太累了，不想给调料分装了，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。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肚包，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，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。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，这卖相有点一般，不过好吃是真好吃，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，吃着又脆又香，真的特别爽。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，它现在是越吃越麻，越吃越想吃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，连吃了4罐，结果直到第3天，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，啥也听不着呢。